70多年前，一种神秘的仪式在贵州威宁的大山深处被人们发现，有人称其为鬼戏。那么所谓的鬼戏究竟是什么？其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秘密呢？正月初3，威宁县板底乡的彝族村寨裸嘎寨里，一场隆重而神秘的仪式正在上演，当地人称其为撮太极，也被研究者们称为变人戏或者鬼戏。这种表演者戴着恐怖的面具、行为举止怪异的仪式，一般在夜晚进行，会一直持续到农历的正月15。撮太极中的主要人物角色一共有5位，分别是年龄未知的惹葛阿布、1700岁的阿布魔、1500岁的阿达魔、1200岁的马红魔和1000岁的黑布。接下来我们将依次介绍一下这几位人物，以方便诸君稍后更好地了解他们所演绎的奇异故事。惹葛阿布彝语直译过来是位于山林上方的祖先的意思，又被意译为山神，村民们也称其为山林爷爷。他是撮太极中唯一不戴面具的人物，长着长长的白胡子，挂着2个鸡蛋壳做成的类似眼镜一样的东西。村民们说，惹葛阿布没有年龄，或者说谁也不知道他的年龄。他拥有洞察一切的智慧，是撮太极中地位最高的人物。在撮太极中，他以青布包头、玉米棒作为金角装饰，麦草或细绳制成的胡须象征着长寿，带着一对鸡蛋壳，寓意着他拥有透视混沌的能力。除了惹葛阿布之外，其他人都被称为撮太。撮太的具体含义稍后会为大家详细解释。1700岁的阿布魔是撮太中地位最高的人物，他直接接受惹葛阿布的指令，并指挥其他撮太来具体实施行动。在撮太极中，阿布魔戴着一副宽大厚重的白须面具和圆锥形的黑金包头。1500岁的阿达魔是阿布魔的配偶，同样戴着圆盘状面具，上面画有螺旋形的白线纹和下斜波浪白纹饰。在表演中，阿达姆背着婴儿安安出场，象征着生命的传承。1200岁的马红魔戴黑须面具，画有直视波浪白纹饰，它代表着力量和武力，是撮太中最强壮的中坚力量，也是阿布魔忠实的执行者。1000岁的黑布是以聪明调皮甚至有点搞怪的形象出现的，他戴着有兔子嘴唇一样的面具，没有胡子。在撮太极中，除惹葛阿布之外，撮太们都用白布缠身，缠白布的位置代表身体裸露的部分，上半身缠白布预示不穿衣服，下半膝盖以下缠白布预示这部分裸露。撮太极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谁也说不清楚，直到今天也依旧是个未解之谜。所谓撮太极是板底乡彝语的音译，在彝语中，撮字的意思是鬼，太字意为变化，极字意为玩耍，因此撮太极被简单直译为变人戏。但这种逐字的字面翻译显然无法解释撮太极背后的深意，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说到。要真正了解撮太极，还要从一个彝族的远古谚语开始说起。谚语是这样说的：狗年是荒年，猪年又打霜，虎年燕麦锈黄了，兔年樵子不接子，3年没打雷，9年粮不熟，不闻雀鸟叫，活人没一半。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彝族人的祖先遇到了连续的灾年，有9年都没有收获粮食，人饿死了几乎近一半。就在那些虽然还活着，但是已经奄奄一息的人们几近绝望的时候，自称来自撮太钩指法的怪人突然出现了。他们的模样一点都不像人，而更像野兽，脸是猴子脸，牙齿长得像老鼠，吃的是野果，穿的是树皮，喝的是露水。他们自称撮太，翻山越岭，经过很多地方，最后来到裸嘎落户。撮太不仅带来了粮食种子，还为人们扫除疾病灾难，拯救了陷于绝境的彝人祖先。撮太极开头的台词说：远古啊远古，人长不像人，长得像野兽，长猴脸，生鼠牙，野果当饭吃，露水来饮用，树叶做衣穿，他是这样做，他是这样行。台词所描述的就是传说中拯救彝人的撮太。从外貌的描写来看，他们似乎是介于人和猿猴之间的生物，不会说人类语言，甚至还不能熟练的直立行走。这在撮太极表演的第一部分的祭祀中就有所体现。入夜，村外一块旷地的四角上会点燃灯笼，这里就是撮太极的表演场地。阿布魔、阿达魔、马红魔和黑布佩戴着黑色的猴脸面具，拄着木棍从树林中艰难地走出。撮太老人用包头布把头发缠成帽子一样的尖锥形，高约1尺，全身穿黑衣黑裤，用白布条将胸、背腰、小腿、手腕等部位缠紧，以表示这些地方都是裸露的，代表着他们还没有能够蔽体的衣物。撮太们迈着罗圈腿踉跄着行走，姿态非常奇怪，表示他们还不能熟练的直立行走。同时，他们用一种吸气冲击声带产生的吸气音来模拟猿猴的叫声，表示他们尚未掌握语言。
来到旷地上，错太老人放下手中的木棍，面朝西方，向天地祖先及四方神灵祈祷，因为他们所来自的错太勾指法就位于裸嘎的西方。那么问题就来了，尚没有掌握人类语言，不能熟练行走的错太究竟是什么？他们所来自的错太勾指法又是哪里呢？有人说错太是半人半猿的早期人类，还有人说错太是外星来客惹格阿布的造物。惹格阿布一直被认为是谜一般的存在。前面说过，惹格阿布是位于山林上方的祖先的意思，所以很多人认为他就是山神。但是在彝族原始信仰中，有一位明确的山神，被称为鲁朵。在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的开篇，山神鲁朵所属的鲁朵氏族大力神鲁叟佐和朵叟佐分别打开铜锁与铁锁，帮助世界分出了上和下。这表明山神鲁朵及其族人在宇宙初开时就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世界秩序的参与者和维护者，地位非同小可。因此，惹格阿布肯定不能被简单定义为山神，他的身份我们在视频后半部分会为大家揭晓。其实在彝族的古代典籍中有不少关于猴子变人的传说。彝族创世史诗《查姆》是目前用古彝文记载的篇幅最长、数量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神话叙事史诗作品。查姆是彝语的音译，意义过来就是万物的起源。查姆中把人类的进化分为独眼睛、直眼睛、横眼睛三个时代。独眼时代相当于人类蒙昧时期。查姆中说，独眼这代人，猴人分不清，猴子生儿子变成独眼人，人猴一起生，人兽混一处。这种说法倒是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谋而合。无独有偶，彝族重要的家谱文献《古猴曲聂细谱》和云南楚雄的彝文典籍《门密奸诈节》也认为人是由猴子变的。比如《门密奸诈节》中就说到，猴子真像人，猴是人祖先，猿猴传了6世后，猿猴变成人。这说明半人半猴的错太很有可能与彝族的这些古老记载有关，但是两者之间又不能简单的画上等号。比如错太们长达1000多岁的超长寿命又该如何解释呢？在错太集中，阿布摩的年龄为1700岁，阿达摩的年龄为1500岁，马洪摩的年龄为1200岁，黑布的年龄为1000岁。除阿安以外，其他人物的年龄都在1000岁以上。这一离奇的现象让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理解。但在黔西北一带的神话传说和彝族文献中，都有人只生不会死的记载和说法。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解开错太秘密的蛛丝马迹。在彝文古籍《物史纪略人的生死说》一章中是这样叙述的：很古的时候，人们有威荣，人们寿命长，人间也美好，人们不愿死，老来也不死，不死怎么办？不死换新皮，又换一层皮，又长新牙齿，不到几年后又变年轻了。这样的事情子孙却不知，说起这件事，有人知道的，知者有4人。无独有偶，《物史纪略》中人死的由来一章里也有类似的叙述。原文说，远古天产生，地形成之后，石勺产生了。石勺满9代，石勺不会死。老瓮祭七霸，天晴的时候场坝中晒皮，下雨的时候收进屋里来。所谓石勺，是彝族经历的艾卜、尼能、石勺、米米、菊偶6组6个发展阶段中的第3个。从以上记载来看，人只生不会死的说法出现在彝族历史上的石勺时期，而这一时期据学者的考证，距今可能已经超过了至少4000多年。顺便说一句，《物史纪略》中提到的晴天晒人皮，雨天收进屋，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部著名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这究竟是一个巧合，还是作者的刻意？亦或冥冥中告诉我们，遥远的过去和未来之间其实是一个闭环。我们说回现实，著名的彝文专家王继超先生在彝文古籍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曾对错吉泰有过细致的研究。大脸怪个人认为，王继超先生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解开错吉泰的终极之谜。郑重声明，接下来内容中的主要观点来自于王继超先生的研究成果。前面提到过，错太极是板底乡彝语的音译，之所以有人把它翻译成变人戏，是因为翻译者把错太拆开后望文生义的结果。而实际上，错太在彝语中是一个不能拆开并具有独特含义的名词，是彝语中对鬼的一种称呼。彝语中的鬼有多种说法，比如错卜、错斗、错尼、错卜那若素、错太、错卜错太等等。这些词的含义又各不相同。错卜是最基本的鬼，指人的躯体死亡后留下的魂魄，是没有善恶的统称。错斗有漂浮不定的死灵魂的含义，
类似于我们汉语中所说的游魂。撮尼是指有彝族传说中的一种独角野人演化而来的鬼，而撮卜纳若素则是一种有着红色眼睛的鬼。所谓撮太，在彝语中指的是具有变化能力的鬼魂，即能变化的撮卜，所以彝语中也把撮卜撮太作为所有鬼魂的统称。在往期的视频中，大脸怪多次提到过，远古时候的鬼指的是死去祖先的灵魂，并没有什么恶意，反而有尊崇的地位和护佑子孙的能力。古老的彝人同样将鬼视为逝去祖先的灵魂，他们将自己祖先的灵魂称为披皮，而将别人祖先的灵魂则称为撮太。彝族先人习惯将祖先的灵魂供奉在一种用竹子或木头制作的桶中，被称为祖灵桶，也叫做鬼桶。传说在远古大洪水时，人类几近灭绝，彝族的祖先阿普独木就是坐在一个木桶里幸存下来，并漂流到诺尼山上，被山上的竹林难住而得救。因此后人用金竹做成祖灵桶，请布魔，也就是彝族的祭司，将祖先灵魂招进桶中，以供后人祭祀。彝族祭祀祖先灵魂的形式规模分为3种，分别是披筛、发剃、尼姆，依次为普通的祭祖、中等级别的祭祖和高等级别的祭祖。每逢3代人做一次披筛，6代人时做一次发剃，9代人时做一次尼姆。到了6代人做的发剃时，彝族人会将祖祠堂中的6代祖灵从灭罗中请到用5倍子木专门凿制的祖灵桶中，安放到僻静的岩洞或崖上进行供奉。这一习俗在大定府志疆土志六中也有记载，原文是这么说的：鬼统庆在城西30里，茂林丛集，斩绝难登，彝民以竹筒盛木主，谓之鬼桶，今岩上安宣为鬼桶存焉。到了9代人的尼姆祭祖仪式后，子孙就可以分支另立一个宗族。在经过尼姆后，或者等到满12代以上的祖灵没有了安置或祭祀的空间，就不再管理这些祖灵，对他们的祭祀到此终止。为了表示这种终止所举行的仪式就叫做勾职，意为举行过渡仪式后脱离与他们的祭祀关系。此后会将这些祖灵放到人迹罕至以及不能轻易达到的悬崖绝壁或岩洞里，这种悬崖绝壁或岩洞就叫勾职法。存放自己祖灵的悬崖绝壁或岩洞叫做披皮勾职法，而存放他人祖灵的悬崖绝壁或岩洞就被称为撮太勾职法。撮太集中的撮太自称来自于撮太勾职法，说明他们既不是类人猿，更不是什么外星来客，而是举行勾职仪式后被安置在悬崖绝壁或岩洞中，不再享受祭祀，但仍然关心身后人疾苦的远古祖先的灵魂。那么问题又来了，撮太极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那个神秘的惹嘎阿卜又究竟是谁呢？我们前面提到过，彝族古籍中记载了10韶时期，传说那个时期的人只生不会死，而彝族还口口相传了另一个10韶时期的古老传说，被称为10韶丧祭猿猴。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远古时期的10韶部族在点土伯略（今云南大理的苍山一带）打猎，一天在山上射中了一只猿猴，不过等到走近了一看，射中的哪里是什么猿猴，原来是一位看上去老得不能再老的老者。老人头上戴着10韶祖人的头冠，耳朵上穿着先辈才有的耳坠，10韶人这才知道他们射死的是一位不知道活了多少岁的先祖。事已至此，无可奈何，10韶部族只好为这位先辈举行无比隆重的丧祭。没想到震天的丧歌和宏大的丧舞居然惊扰了天上的最高主宰策格兹。不明所以的策格兹先后派出乌鸦和狐狸2位使者，但都未能查明原因，最后派出苍鹰使者才知道原来是10韶部族在举行丧祭。策格兹震怒之下降下病根和死种，从此10韶人失去了长生不死的能力，有了生老和病死，而10韶丧祭的习俗自此也流传了下来。不难发现，长生不死长得像猿猴的老者与撮太极中超过1000岁半人半猴的撮太之间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有人认为撮太极最早可能就是10韶时期的一种丧祭仪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撮太极的历史至少超过了3000多年。诸君是否还记得以前讲过的神农架的黑暗传，同样是丧葬仪式上的长篇神话唱诗？这并非是简单巧合，而是华夏祖先崇拜信仰的实证遗存。那些嘲笑我们没有信仰的人，无非说明了他们对我们历史和文化的一无所知。现存的撮太极仪式总体来说可以分为4个部分，分别是祭祀、耕作、喜庆和扫寨。我们在视频开头讲到的是其中的祭祀。耕作被称为正戏，是全戏最重要的部分。
主要反映彝族先民迁徙、农耕、繁衍的历史。前半段通过惹噶阿布与阿布摩的对话，介绍了挫泰吉的迁徙过程，并给受灾的裸噶彝族百姓带来粮食种子，教人们开荒种地，度过灾年。接着，挫泰老人以示意性的舞蹈动作，再现了彝族先民在农耕生产中买牛、驯牛、犁地、烧草、耙土、撒灰、播种、收割、打场的劳动过程。劳动间歇穿插着黑布为阿布摩和马洪摩点烟，阿达姆为阿安喂奶，以及黑布和阿布摩从背后与阿达姆进行交媾的场景。后半段则表现的是粮食喜获丰收，惹噶阿布将酒洒在地上，向天地、神灵和粮食祝祷。第三部分的喜庆主要内容是舞狮子，据当地移民介绍，这一部分内容原来没有，是近代才加进挫泰吉中的。最后一部分扫寨，彝语叫米夺丘，翻译过来就是扫火星。旧历正月15演出接近尾声，惹噶阿布带领挫泰老人走村串寨，扫除灾难和瘟疫，祝愿村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每到一家都要在火塘边念一些吉利的祝词，并向主人索要鸡蛋和麻绳。走时从草房四角扯一把茅草，然后来到村寨边的三岔路口，先将3个鸡蛋埋入土中，紧接着点燃茅草，将其余鸡蛋煮熟分食，口中高呼火星走了，火星走了。埋下的鸡蛋第二天会由挫泰老人撬出，视其好坏，以判断当年农作物的收成和祸福。一般认为喜庆和扫寨都是后加进挫泰吉的，最原始的部分是祭祀和农耕。可见挫泰吉是通过挫泰的表演来展示彝族历史的一部情景戏，它浓缩了彝族古代发展史和彝族人民朴素的寻根观念，更是记录彝族先民生产活动发展变化的活化石。难怪当年曹禺先生在第一次看到挫泰吉的表演时就惊叹，这部古老的戏剧至少把中国戏剧史向前推进了500年。其实又何止500年呢？那么到这里就只剩下最后一个谜，惹噶阿布究竟是谁？挫泰吉的5个主要角色中，惹噶阿布的地位最高，能力也最强。挫泰受惹噶阿布的教化、开导、指挥。惹噶阿布是唯一受到尊称的角色，因为他带领挫泰祭祀天父、地母、99天神、66山神、33土地神、房后山神、郭庄土地神等。惹噶阿布被人们误解是山神，前面提到过彝族有确定的山神鲁朵，所以否定了这个说法。在彝文文献《桑纪大经·人类形成》和《西南易志》第2卷《哼哈形成天象》一章中提到了惹欧氏族的来源。惹欧氏族源于埃卜所传的鲁朵氏，惹姆纳是惹氏族的始祖，表明惹姆纳也是古彝人族群的始祖之一，他享有与彝族始祖之一的道穆尼同等的地位。惹噶阿布很有可能就是对惹姆纳的别称，或者前者就是后者的化身。作为山神鲁朵的后人，惹噶阿布被称为山林爷爷也合情合理，而他真实的身份则是先贤的角色和智慧的化身。最后，仅将本期视频献给已于3年前离世的彝文专家王继超先生，感谢他为华夏传统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喜欢上古神话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再见。